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他们生活在没完没了的炮火当中，生存多1个小时就算奇迹。这些国家的人都因为没有食物而营养严重不良。在2023年，这些艰难的国家依旧存在。这些国家是你意想不到的人间炼狱。让我们来看2023年世界上最危险的10个国家。长按点赞，给所长一个支持，感谢大家。第10，乌克兰。早在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就爆发了乌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大规模冲突。时间来了2022年2月17日，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恶化，政府和当地民间武装相互指责对方在接触线地带发动挑衅性炮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全境将进入战时状态，随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俄乌全面战争打响。战争后，乌克兰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陷入城市和城镇被摧毁的消耗战风险非常高，因为在许多城市，爆炸或武装冲突是家常便饭。美国顶级外交政策专家会议认为，冲突1年多以来，乌方军队已造成12万人死亡和重伤，俄方军队已造成20万人死亡和重伤。俄乌冲突持续已经1年多的时间，乌克兰境内一直存在被轰炸和打击的风险。中国公民短期内尽量不要前往乌克兰，如果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注意安全。第9，洪都拉斯。洪都拉斯位于北美洲，有着938万人口，本是一个极其美的国家，依山傍水，矿产丰富。但因为凶杀案频繁发生，洪都拉斯被称为谋杀之都，各种暴力案件越来越多。这里的政府本身就比较弱，让黑帮组织越来越猖狂。这里的黑帮成员很多都是从美国的监狱里出来的，他们经常在大街上扰乱社会治安。洪都拉斯平均每天有20人被谋杀掉，每天都有很多人无缘无故的消失不见。人类发展指数低至0.632，它的人均 GDP 则只有2829美元。这里毒品问题也严重泛滥，凶杀案在这个国家经常发生，1年内发生的重案在洪都拉斯高达5000多起。洪都拉斯变成这样，主要就是政府无能，官员腐败至极，与毒枭勾结祸害百姓也是常有的事。在这样的环境下，百姓没有做主的政府各自为政，视法律若无物。第8，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在中美洲北部，面积2.1万平方公里出头，总人口不到650万。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统计显示，该国2015年的每10万人谋杀率高达105.2。即便在经历数轮严打后的2019年，每10万人中依然有37人死于谋杀，几乎超美国同期数据6倍。按警方的说法，该国一度有近1/10的人口与黑帮有染，部分执法者私底下都认为黑帮才是这个国家的实际掌权者。黑帮横行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国家施以众人的区域特色。最大的2个帮派 MS-13 和18街帮的成员数量总和超过7万人，几乎2倍于其国内军队数量。杀人命案在我们看来是极其严重的恶性事件，可在萨尔瓦多则更像是当地人的某种生活方式，每日都要面对。甚至因此还曾出现过萨尔瓦多人因为一整天都没有发生命案而狂欢庆祝的名场面。第7，马里。马里共和国是一个位于西非的内陆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面积也不小。它是西非第2大国家。同时，马里矿藏丰富，物产丰富，说是遍地黄金也不为过。由于长期的战乱不断，马里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这里2/3的人可以喝到干净的水。由于医疗水平低下，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暴力犯罪不断。抢劫、绑架等犯罪事件频发，爆炸和恐惧突击屡屡发生。马里的安全情况极其恶劣，比缅甸金三角还要更加可怕。前往这个国家一定要慎之又慎。马里也非常落后，根据联合国统计，马里在全球169个国家综合进展排名中列160位。农牧渔业是马里经济进展的主要潜力。
农牧渔业占 GDP 的1/3，占就业人口的80%。马里工业基本空白，马里几乎没有像样的产业。第六，伊拉克。在伊拉克，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多多少少卷入了对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之中，许多人失去了亲人和朋友，街头随处可见士兵形象的广告。在战时，很多人都用胶带把窗户上的玻璃粘起来，这样在冲击波震碎玻璃的时候，碎片不至于四处飞溅，可以减少2次伤害。虽然大的动荡时期已经结束，经济和基础设施在慢慢恢复，但小的袭击和冲突时发生。在过去几十年的动荡和战争中，伊拉克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今天，伊拉克民众的生活依然非常艰难，他们经常面临着食品和基本医疗的短缺，失业率也很高。虽然政治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全面提升，才能真正改善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状况。现在的伊拉克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只是一个努力发展的国家。第五，利比亚。利比亚国是北非的一个国家，位于地中海南岸，面积176万平方公里。利比亚长期实行单一国营经济，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曾一度富甲非洲。但在2011年，被欧美国家蓄谋已久的利比亚战争爆发了。2月，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民众示威游行遭到当局镇压后，迅速演变为内战。于是，国内反对分子的步步紧逼，联合国军队的狂轰乱炸，一代中东强人卡扎菲最终倒在了人民的脚踏中。而当利比亚人民欢呼独裁政权倒塌之时，却并未料到，失去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将过得更加艰难。在欧美的扶持下，利比亚就出现了一个政治僵局，始终无法完成统一。如今的利比亚国内形势十分复杂，各方矛盾也异常的尖锐。原本卡扎菲时期制定的社会福利已经大部分都被废除，而毒品和武器也肆虐在这个国家内，许多国民生活也得不到基本保障。第四，索马里。1960年，英属索马里兰和意属索马里兰独立，两方一拍即合，建立了统一的索马里共和国。但统一后的索马里并不太平。一方面，索马里是著名的香料产地，被殖民后遭受了列强严重的经济剥削，独立当年的人均 GDP 只有28美元，饿殍遍野。索马里有着4个权势较大的部族，分别是达鲁德、哈维耶、伊萨克和拉汉文。4大部族的领袖常常齐聚首都召开国民议会，可各部族地域不一，利益也是不同，有时甚至冲突。这时，或大或小的街巷战、城市战连绵不绝，百姓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久前的干旱、数十年的冲突、大规模的流离失所以及严重的经济问题，正在将许多索马里人推向饥荒边缘。局势不定以及环境的恶劣，使得索马里变成了不必要去到的国家。第三，也门。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国土面积52.8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2980万。也门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自2015年以来一直处于内战状态。这场内战的双方是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持的也门官方政府，以及由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联军主要通过空袭打击胡塞叛军，而胡塞叛军则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沙特阿拉伯和其盟友阿联酋。由于战争，也门现在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也门的战争是一个复杂的冲突，涉及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它不仅给也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也威胁到了地区和国际的安全和稳定。2023年3月4日，也门当地一家民间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也门连续8年的战乱已造成至少13482名妇女和儿童伤亡，其中6328人死亡，7154人受伤。此外，还有超过500万人流离失所。第二，南苏丹。南苏丹面积619745平方公里，是位于非洲东北部和埃及南部的战略要地。
人口超过1300万，曾被脆弱国家指数评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国家。苏丹最早的内战冲突在独立前1年就已发生，由于宗教等问题，最终造成内战爆发，断断续续长达17年。1983年第2次苏丹内战爆发，造成100-200万平民死亡，为近几十年来内战冲突最高。2005年，双方在邻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签署全面性和平协议，南苏丹获得6年的自治权。2011年，南苏丹成为非洲最新独立的国家。后来，南苏丹内战又造成40万人死亡，4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250万人进入包括苏丹在内的邻国避难。因连年内战的破坏，南苏丹全境铺设路面的公路里程仅38公里。只要不知种族、宗教、部落、地域等差异与分歧的存在，苏丹的社会动荡就难以停止。第一，叙利亚。叙利亚的战争在2021年迎来了10周年纪念日。对于这个似乎正在走向最终衰落的国家来说，这是另一个严峻的里程碑。尽管与其他年份相比，2020年的暴力水平相对较低，但对叙利亚的许多人来说，局势一如既往的严峻。战争已经将这个国家变得千疮百孔，不仅在经济上遭遇美国为首国家的封锁，叙利亚境内更是一度陷入了各大武装势力割据状态。长期的战争破坏了大量基础设施，人们过着一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既然连生命上无法保证，那么工作也就更是奢求。由于大部分企业都已毁于战火，所以社会上就出现大量失业人口。这些人失去了收入来源，也没足够的粮食补给，所以他们只能被迫逃亡。这就是叙利亚难民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这些国家够不够危险？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在节目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和平，远离战争，生活在祥和的社会中。我是所长，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